大家好，欢迎收看小家庭种菜。之前我有分享了一篇无声版的用废旧的饮料杯种植樱桃萝卜的视频。视频发布后得到了很多菜友的回应，一些菜友评论称为什么不配音呢？不亲切。也有一些菜友评论希望我用语音详细讲解一下。另外也有蛮多菜友问到了许许多多关于樱桃萝卜种植的问题。因为现在也是樱桃萝卜种植的季节，所以今天我就借着这篇视频用声音详细分享一下我用废旧杯子种植樱桃萝卜的全过程，并在文末总结一下在小杯子上如何成功种植出樱桃萝卜。去年夏天，随着疫情逐步缓解，我们这附近的早餐店逐步开张。那段时间，我把我们家喝过的绿豆杯子收集起来。这种杯子的口径是9厘米，高度为10厘米。这个大小的杯子种植瓜果类蔬菜可能不够，但对樱桃萝卜来说已经非常充足了。用旧杯子种植樱桃萝卜前，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在杯子底部打一些排水孔。打多少个孔因人而异，以我个人的种植经验看，用电烙铁打孔的话，每个杯子打3个孔比较适宜。打好孔后就是准备土壤了。我这里用的是以前的旧土和羊粪肥混合，依次将土装入杯子里，装至7、8分满就可以。最后再将杯子里的土浇透水来。等水全部沉入土壤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播种工作了。平时我们买到的樱桃萝卜种子，它的包装袋上一般都会写明种植时间为4季播种，但是实际上樱桃萝卜是喜欢温和偏凉一点的时机种植的。之前我居住在半封闭阳台的那套房子里时，也曾种植过樱桃萝卜。当时播种的季节是10月底，那个时间在我们这属于比较凉爽的时候，因此在不考虑夏天有条件为蔬菜遮阴，冬天房子有暖气的情况下，每年的春季和秋季是种植樱桃萝卜最佳的时机。比较暖和一点的地方，冬季种植也是没有问题的。播种的时候，由于我这包种子是很久以前买的了，担心种子发芽率不高，所以每个杯子都放入了好几粒。种子全部放好后，再为它们覆盖一层薄薄的细土，就完成播种工作了。4天后，大部分杯子上都有种子开始破土了，有的杯子是1粒种子发芽，有的是2粒。9天后，樱桃萝卜小苗都冒出来了，并且小苗们都已经长出了2片针叶，有的杯子上竟然有5颗种子发芽。不过也有一个杯子上的小苗，叶子不知道是被小鸟还是虫子给啃了，我只能从旁边的杯子上为它们补上1颗。在日常家庭种菜中，移苗补苗是经常会碰到的一项工作，但根类的蔬菜如果不是特殊情况，尽量少动，挑一颗位置比较偏的。这个时期的樱桃萝卜小苗根系还不是很长，但也尽量挖深一点，带一些原来的土一起，把它移栽到这个杯子中来，覆盖一些土，再将覆盖的新土淋湿来。种植樱桃萝卜尽量挑选在阳光充足一点的位置，否则很容易徒长。我这一批樱桃萝卜由于每天得到的光照非常充足，就没有遇到徒长的问题。相比我以前种在半封闭阳台时的同期樱桃萝卜，差距非常明显。这个时期也要开始为樱桃萝卜小苗建苗了，这些小苗都长得很不错，就是离得太近了，不然将它们移动到其他容器就不会浪费了。建苗完成后，我只能把丰收的希望寄托在这些种子选手了。第15天，建苗后的樱桃萝卜长大不少，每颗植株上已经有4片针叶了。樱桃萝卜的生长周期非常短，意味着
它也即将进入生长的后半程了，所以这个时候也为它补充一些草木灰，有助于它接下来的地下根膨大。在每棵植株上面撒一小把，最后再为它们浇一些水。第23天，樱桃萝卜的植株稍稍再长大了一些，相比植株的变化，地下部分的变化更令人惊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樱桃萝卜的块根已经开始成长了，并且稍稍冒出地面。第27天，萝卜块根又长大了一些，这个时候可以为樱桃萝卜松松土，好让樱桃萝卜更容易膨大。这个动作在专业的菜农那叫做中耕。第35天，樱桃萝卜植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棵植株的叶子都有被虫子咬过的痕迹，这些都是菜青虫的杰作。樱桃萝卜属于十字花科，十字花科的蔬菜都难逃菜青虫的魔掌。因为我大部分是在盆栽上种菜，量都不是特别大，所以以往我对付这类害虫的方法一般都是靠抓。但是这次种植樱桃萝卜，我都没有去管它们，主要原因是植株下的萝卜块根都没有被破坏。另外，也是因为这次种樱桃萝卜，菜青虫来袭是在樱桃萝卜生长后期才变得严重。如果是在樱桃萝卜生长早期，叶子就遭受到这种程度的破坏，是不能不去管它的，否则缺乏叶子，樱桃萝卜也无法进行充分的光合作用，会影响到它们的地下块根生长。接下来我们来采收一颗樱桃萝卜，每一颗萝卜都成熟了，圆满无缺。最后总结一下，要使用小容器种植樱桃萝卜，要掌握3个注意事项。1. 使用疏松肥沃的基质。由于小杯子的容量小，无法像我之前在大盆上种植樱桃萝卜那样使用较为贫瘠的土壤，量跟不上，我们只能从质上面解决。同时，疏松的土壤也有助于樱桃萝卜后期膨大。2. 选择阳光充足的位置。这一点在我前文中也有提到，樱桃萝卜对光照的要求较高，阳光不足不仅容易造成植株徒长，对樱桃萝卜膨大也不利。3. 及时施钾肥。与所有地下长块根的蔬菜一样，樱桃萝卜也需要充足的钾肥，因此要想成功收获果实，这一点也不能忽视。掌握以上3点，即便使用这种旧饮料杯，甚至比它更小的一次性纸杯，也能收获一盆自己种的樱桃萝卜了。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有其他关于种植方法或任何想法，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我们一起互相交流。也欢迎大家关注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